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灵魂伴侣找到了，灵魂伴侣找到了。那灵魂伴侣通常都有极高的几率会以恋人开始，然后再慢慢穿透到，其实你们是灵魂伴侣。好，那灵魂伴侣的价值观观念上，其实它不受限于最好的朋友，或是一定是成为家人或是恋人，都是可以，它是复合在其他这几种关系里面的，所以它是在你的人生里面极为重要的角色哈。那我们今天的方向会以合并在恋人这个方向去寻找它的能量哈，所以别担心。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你仔细看，每一个主角旁边都有一个跟随他的灵魂人物，你看看你的投射跟你的期盼与哪一个画面里面的更加的贴切，你可以优先选择它。好，那给你一点时间。好，如果你需要更长一点时间，你可以按下暂停哈。那我们不啰嗦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看一下这里哈，来。那今天的题目是你的灵魂伴侣出现了哈，我再说明一次哈，灵魂伴侣它并不只是灵魂伴侣，它会依附在所谓的未来是家人或是最好的朋友或是恋人里面。那我们今天的主轴是往依附在恋人这个关系里面的灵魂伴侣。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时间的一个大的牌阵里面，我们看它会着重在哪一个关键区域给讯息来。好，我们先把金星能量我们先把金星能量翻出来看看一个核心的方向。好，来，第一张，果然是灵魂伴侣。这张非常强调灵魂的品质、灵魂的制衡、平衡、相关。你们是通往绝对情绪领域的两个绝对二次元、绝对对立的两根柱子的灵魂。好，那你们共同拥有一个往你们内心前进的那扇门的钥匙，共同拥有。共同拥有的意思就是说，打开门的时候，你们两个都必须在，手握着彼此的手一起打开。单一只手、单一只能量是无法打开的。也就是说，你们内心有一些非常深刻的秘密、非常深刻的感觉，必须要靠你们两个彼此互相开启，才能达到或是对话到那一个不想面对或该面对的心灵深处所以你们的遇见跟你们的组合是，在我这张牌的路径看来说，因为它前面已经有非常多的路径已经走进去了，所以我觉得算是预定的。那我们等一下会从别的位置来看看是不是有这些讯息，我觉得算是预定的。以灵魂的角度，我觉得你们可能不是在同一个象限或是同一个区域，但是这一次的相遇是预定的。这一组我对于预定的感觉非常强烈所以可能等一下翻的牌都会一直朝向那个位置然后我再帮你解释一下它整个路径能量，它穿透了哪一些的步骤，哪一些的事件才来到了你们彼此的面前好，来再来下一张，水星能量说，你们即便是灵魂的位置非常契合度，可是你们对于生活品质，不是生活品质啦，各种内在的品质。现实生活的生存这种道理、未来的展望和真理的向往，都是要求非常高的。也因此，你们回过头来再看你们的灵魂来说，我觉得你们的灵魂是非常坚韧的、不脆弱的如果你发现你最近的灵魂各方面深受打击出来的话，请你赶快把它那一份坚韧的感觉拾回来、拿回来在你在之前的各种爱情的挫折之前，你原本就有一个比较坚强的心，你可能只是忘记它在哪了，或是收藏在哪里了记得要把它拿回来。那你们两个在相处上面的时候，情绪算平稳，情绪比较平稳，情绪比较对称能够理解对方的想法，能够听到彼此的语言中的第二层的声音。很多事情不需要非常强烈的明说，不用讲的那么明白，也能够达到通达心理的位置。这就是你们两个很强的默契我觉得这组在这两个感性理性的位置都做了一个强化，而不是美化，都做了一个强化。你们，我目前觉得互补性应该没那么强
对称二元比较强，你们真的很像是来自两个不同象限里面必须的两种相同跟类似的灵魂。Twins 灵魂 Twins Source 的那个直觉很明确。久久没出现这种哈，来，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把它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哦。的确哈，灵魂，你们终究是要走到灵魂结合的那一个部分哈。那现在你们的环境里面正在显化你们相遇的一个状况哈，这里有一个正在显化相遇的状况，所以等一下我再翻所谓的现况来说，你们可能会有蛮大的几率是还没有遇见的，因为这里现在看到的某一些连结，确实也没有那么明确，你们已经遇见的讯息，我来帮你们找一下哦。未知的状态还在，灵魂的距离还在，独立性也还在哈。第一次见面的核心之美的风也是比较暗淡一点，没有那么强烈哈。所以有可能很靠近，有可能认识，可是你们那一个最重要的对话，第一次的互动产生情愫的那个互动事物都还没有出来，还在一个远方的状态哦。然后你们两个的相处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理智，然后理智的判断之后才会发现自己需要有很多的付出，需要很多的牺牲为这个人。可是这个角度是比较不是感性的，是非常理智的判断之后，发现值得付出哈。所以你们的核心虽然是灵魂的交集很深，可是你们的做事做法都还是偏向比较高度的理智，追求更明确的未来的目标而往前行。如果发现一份感情前进的效果不好的话，可能很快就会找到放弃的原因，而不是找到挽救的原因哦。这一组可能要小心这个部分哦。可是从这边越看越下去之后，当你们灵魂的角度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接近智慧的谈论的内容也越来越深，越来越长远，身心灵的灵魂的宗教的各方面达到一个默契的时候，其实你们是分不开的，你们会绑得很死哦。因为你们内心的交流跟内心的对话应该很难再遇到对话起来这么好的人了，而且在朋友的评鉴上面，你们两个都算是其他人的导师，能够开拓跟开创其他人的想法的一个新的通路哈。所以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聊天的难度啊、内容啊，都会在更加的提升哈。所以对彼此灵魂的升级跟更高层次的要求，也会不自觉的就要求出来，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缺点，但是慢慢的就会知道两个人相处其实不需要这样子，有别的相处的方法，会找到比较和善温暖的方法，慢慢的进行哈。那你们对彼此的爱、对世界的爱分享跟理解的速度比较慢啦，所以你们创造出那一份相爱的感觉，或是确定关系节奏也没那么快，也是要慢慢的走到那个位置哈。所以前面我比较觉得你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收妹的状况，聊很多东西的状况，还没有进入爱情的这个时期，可能会走的比你想象中的长，因为你们在某方面来说，对于确定爱情也没有那么急迫，在灵魂的交集越来越深的时候，哈，就会发现也没那么急迫。其实，在你们的感受上，灵魂的相望上，其实也像是恋人了，但是不需要急于一定要在某一个关键点确定了哈。所以这一组应该有一个蛮高度的默契。那你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文化这些嘛，我觉得从这边看得出来，就是因为你们来自不同的故事，我觉得你们在生存、生命、现实的故事来说是有差异性的，可能连星座、星盘都有差异性的。可是你们的相似是灵魂上面的连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可能是不同象限的两个相同的灵魂，哈，没有必要一定要遇见。所以这一次的遇见，我想可能是有任务型的啦。我觉得是因为这边都一直看到一些预定嘛，哈，我现在在寻找的是预定了什么，为什么是预定的，哈，这个等一下在下一组牌可能就会再翻到。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哦。来，下一个部分会看到更多比较细的东西哈。来，我想想哈，等等哈。通常在第二张牌的时候，通常在第二组牌的时候，有一些很细微的关键点，可能会跟前面的有一些差池啊。可是那就是找到了蛮明确的一些走向，还有一些通路哈。等到有一些门开的时候，我会特别提醒一下一些关键的位置哈。来，好，我来找一下哈。我们现在先翻一下你们两个的距离啦哈。然后第二个阶段我会帮你看一下两个的灵魂的状态哈。那如果有必要的话，没有什么太多差异性的话，我就不会去探讨你们的差异性，那个就请你们在相处相遇的时候再慢慢的探讨就好了，不需要凸显出来。除非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我要去把差异性的点出来。好，来，我们第一章先确定你们
已经见过了吗？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了哈，所以我们都是先翻哈，逻辑上就是先翻。来，还没，而且有一个能量是已经靠近过很近了，然后可是又打散了，又晃掉了，移掉了，有往别的方向走去了，有很靠近过哈，有点小可惜，因为你们附近好不容易吹起一个界面的风的时候，可是那个风是不稳定的没关系，我们再看其他的位置。的确哈，你看以界面的位置来说，急速的风，各种风都吹起来了所以现在你们，我觉得算近，因为我有看到你们两个在共享某一种不稳定的频率啦，我们就把它讲成风了，一种不稳定的风，现在在共享，在里面。共同在里面，然后吹得东倒西歪的，也就是吹得东倒西歪的，也就是说你们的故事线现在不连贯哈，两条故事线各自发展被弹开了在附近，所以现在短时间内应该是没有要见面的一个契机，现在没有，但是也没有不好哈，我觉得它算是一种整理中。以时间上来说，短时间是没有了哈，我看一下其他，短时间也是又在起风，这一组太奇妙了，我必须说，这是我近期看过，它有一点点像是说，你们两个都终于走到了这个界面的点，就突然在前面打了一个大风，风转起来之后，然后你们两个进入的时候被两个各自甩开了，一个甩到这里，一个甩到这里，现在又处在一个类似快接近起点的位置，可是又要再往那里走去，盲目的灵感，盲目的直觉走去哈。目前路径上面来说，比想象中的远。这里说比想象中的远的路径，说比想象中的远。即使要超捷径走进来，有太多的诱因，有太多的阻碍，太多的选择，让你们歪七扭八的绕路。所以，我不认为近期很快要见面，但是我会把它诠释成，近期要见面的话，也不是一个好的时段。我不觉得是个好的时段。通常这样子出现的话，就表示最近先不期待这一个线。我会说这个线就表示说不是只有这一条线了，而是这一条线要成为你灵魂伴侣的这一条线我觉得它有一个正负能量的寓意，如果有所弹开，表示是值得相遇，但是不要在现在，懂吗？这个概念是不同的，而不是永恒的无法遇见，是现在这样不适合来，我们把一些像意念已经讲开了。等一下翻出来的牌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了整个概念跟逻辑上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来看确定一下，有路径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能够预见的是对的，可是就是这阵风干扰了我先跟你讲一些基本的一个路径上的关键点，它本来发生什么事情让你们很近，结果拉开，然后你可以去对照一下你最近的事情首先，你最近可能跟你的老同学、老朋友有见面的机会还蛮多的，都是可能5年以上、6年以上、10年以上的老同学，这样最近又在见面，这样有联络到，最近会联络到，突然传讯息，有人突然找到以前的照片传讯息给你，然后有些可能可以见面，就尽量去见面。最近是见老朋友好机会，那这个人、好朋友、老同学和那一个你们要见的那一个人。你将要见到的那一个人，其实是共同认识的，有关系上的牵连那基本上你要见的那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灵魂伴侣收妹这一个人，他其实一直在跟你在完全不同的领域跟世界里，中间确实是有牵线，可是都非常薄弱，没有任何的话题主题要把你们带来这整组牌被设定在一种除了时间还没到之外，设定在两种异世界那你们的路径主要是出现在这里，你们看到了同一个彼岸，你们在不同的世界可以看到同一个彼岸，然后都要去。你们都有一个概念是想要脱离旧的感觉，进入新的感觉，所以你们都要去。所以在这一段，这个同一个方向，你们对齐了。虽然不是这种对齐，但是你们对于要去那个位置的方向是对齐的。可是距离远的，而且中间没有任何加速，还多了很多阻碍。没关系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在对的时间点，会有一些事情改变了你们中间的能量，但是这一件事情会比较大，它大到能改变你们的能量，然后让你们的相聚可能会有缩短。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你们在这个路径上面有人应该要在经历的。我觉得
只是改变了某种看法、想法，不会改变路径。哦，它会改变你们两个人能量跟相遇之后的能量哈。我觉得没有改变路径，所以见面还是一样在固定的长度里。那以时间来说，时间没有定。哦，这边说时间还没有定，还是在这一阵风里面，也许就是先等这个风停吧。哦，才有比较好的路径。目前这一组牌都卡住了哈。那我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组牌哈。就是等等哈。这里哈，只能说一个非常新颖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能量有点在替换。这阵风并不是在打扰很多东西，这阵风好像在做一个最后的处理哈，要把一些垃圾的杂质处理掉之后，要重新排列组合出一些比只有好的能量留在这里哈。它有一点点像是断食哈，断食大概超过48小时之后，你们都听过，身体细胞会自己吃自己，会把烂的细胞吃掉，然后生出好的细胞。差不多现在就是这个断食48小时之后的一个自食，哦，自己吃自己，是细胞自己吃自己的这个阶段，现在是进入到这个阶段。哦，可是起始点的能量都不错，有新颖的世界，有旧的能量的资源哈，有新的活力在你们内心燃烧，然后你们自己的个体还不受影响，不受其他外力影响，还能够保持原本的真我。只是来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起了这阵风，所以要再等一下哈。那还好，我觉得没有特别不好，只是有点倒霉。为何说有点倒霉？因为可能在你们两个的故事线的发展在快接近的时候，刚好你们有类似的能量跟类似的事件哈，都在同一个时间点发生，所以把你们两个弹开了。这个怎么说？就是说那个事件可能它先发生，然后你在后面发生，都 OK，没有互相影响哈。过了，然后就会走到下一段，过了就过了下一段。可是你们两个在能量太近的时候，两个人都发生类似的事情，那个能量有点太强，把你们两个都互相弹开了。我只能这么觉得。哦，因为这里告诉我说有一个我这边没有看到的东西，在你们最靠近的时候有足以影响你们回到起点，回到来的路径的起点的一个能量。但我不觉得它有回到起点，然后主要是这里然后你永远都，我觉得只在差上传跟有没有上传而已。因为现在这一组牌在说，你们相遇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渡轮要上那个船，然后就会往到，就是你们从不同的时间点到了，然后这边是渡船口，然后渡船之后就过这个彼岸，在这边相遇。可是就是因为到了这里要上船前，可能起风了，没有上船，可能就是台风啊，或者什么暴风、狂风，然后就说船不开了，所以在等待，等好了还是要搭到船往前，所以他就回到了一个起点啊，回到一个起点。来，我们再从深刻的地方来帮你发一些比较深的寓意，说我看一下为何会发生这些哈。哦，这边说的确跟我讲的一样，这里说的就是一些能量化学的那种分离状态，所以这里就跟我前面讲的好坏物质的分离，细胞新旧替换，致使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在确实是这个阶段，这里又再讲了一次哈。来，哦，这小挫折，就是说现在的等待跟遇到这个情况都只是一些必须经历的一个小挫折、小阻碍了哈，不用太担心，都是小的，它一下就会略过了哈。来，哦。这里还不错，这里说，你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哦，我们已经很靠近了，我们已经非常靠近了，为什么还要起这阵风？哦，除了我自己定义的，我通常都会用非常凡人、非常简易的告诉你说，基本上就是时间还没有到，这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理解。可是这张牌在讲说，其实中间有一些秘密，有一些语言需要理解，哈，就是说这个风。吹起来的是它有自己的神的语言，好，它需要你理解这个风的意义。哦，那在这边说这个是神的语言，你需要去理解为何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用心理去体会说没关系，我们就既来受则安之类的这个概念，就等一下最后就会好过来，不需要太过悲伤，乐观进取，回到起点，等到这个船重开的码头无所谓，我们就自处。让自己的心情放得更宽阔一点哈，然后这一条线可能就拖慢了，没关系。这里3张牌都这样定义了哈，他在定义的是说这个是可能是偶发的哦，因为从我们上一组牌来说，预定的这个状况，我觉得不会在这里出现，而且这一个风来的又急又快，所以他就表示说，
不是说你们的生活最近会遇到坏事，而是对于你们两个相遇的话，有很多其他的偶然的事情，让你们两个可能不会在同一个聚会遇到，可能不会在你那个朋友可能无法同时约你们两个这样，或是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同时去不同时间去同一个位置，结果又错过了。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状况。他讲的其实说把你们两个吹到最远的距离，并不是说真的把你们从最北到最南这个距离，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在时间上整个区块空间上面，你们现在要处在一种连续的错过之中。让你们还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所以这边我觉得其实你们还不算认识，现在还是处在一种生活中、生命里的一个陌生人。那中间的桥也没有搭起来哦，所以没有一个直接的连接，所以它让你们成为陌生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远的距离，因为你们彼此就算只知道同一个位置的时候，能量上也没有很强的连接。但是我觉得你们会有感觉，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在附近，然后这是因为你们能量的连接。可是因为过度陌生，没有串联起来，所以不会察觉到。那你们在未来认识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的对话里面会发现说，其实你们有很多的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时间点，最近喜欢买了什么，最近吃了什么，这样你们好像会发现说，你们最近都有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因为你们很靠近了哈。我觉得那个同步率也有出来哈。来，我来帮你，给你一个牌哈。最近发现这组牌还可以，还不错。它给你会有一个向往哦。来，我这边给你一个牌，我翻的牌，它是关于门哦，一个通路到这一个神的理解，这一个流程结束完之后，你们到相遇前有一个向往的路径，有一个门在那里哈。你们差不多事情都结束了，到了那个门之前的时候，就会往你们的关系相遇前。所以这个门的定义，我们要定义在你们相遇前开启的那一扇门是什么，或是你可以把它思考成说，我们刚上一组牌说你们两个通往新的位置、新的关系的时候，我说有一把你们共同的钥匙要一起去打开那个钥匙的门的长相，让你有一个想象哈，让你有一个对未来的期望的方向，不会这么阴暗灰暗哈。来，就这张，好，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们两个通往相遇的那一道门的一个形象，对他有比较强烈的意念，往那里去哈，期待这扇门是你们一起到达、一起开启的。好，用这个方式去想就好了，至少有一个心理的意境，里面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图样哈，不要无所适从，这样比较不会无所适从。这里好，来，那接下来我来帮你们翻的是说你们灵魂的距离现在来探讨比较强的灵魂的距离先给你们看一下，近一点看。这个就是你们我觉得这个门的暗示就是让你们明白说，通往比较，他一直没有对到，他好像没有对焦没关系。那你可以按暂停放大看一下反正就这一扇门来。今天这组对焦已经对死了，在这里好吧，那算了。来，我们来看灵魂的位置宇宙灵魂的位置你们两个灵魂很类似都是属于一种愿意去探索未知，而且是按部就班的去探索不希望一触可及不像愚人牌这样子好像毫无顾忌，没有，你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生命经验、累世的经验去探索一种未知感所以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强的构思，就是所谓的未来。要去哪里？这个在第一组牌也有提到所以这个地方灵魂，难怪在你们一开始会成为灵魂伴侣的时候，灵魂的契合度都非常高你们对于整个如何活在这个宇宙、生存在这个宇宙、存在在这个宇宙的一种自我的认同概念，都是这样我们喜欢探索未知，探索所有的真理的边界，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一步一脚印，慢慢的接触，慢慢的走，一定会走到靠近真理的那个位置，靠近答案的位置，靠近边界如何开拓的那个位置，不需要急躁。这就是你们两个灵魂的类似的地方所以难怪在前一组牌的时候有讲到非常多，你们对于灵魂的品质要求非常高，主要是因为要走得很远，灵魂的品质要够好才能够走到。然后从这里我看是这方你看这里远方这个位置在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同步率很高，往未来的方向、未来的计划方行走，
同步率都非常高，而且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非常友好的感觉，所以他这边有在暗示说，其实只要你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们就会非常明确知道就是这一个人。还有这里对未来的方向来说，你看这个位置在说你们走向未来的工具是否是同一艘，还是只是在同一条路上的不同工具？这边说是同一个工具，同一个方向，跟这里讲的一样。那个彼岸出现，你们会搭上同一艘船，到达某一个对的位置，然后你们是彼此非常欣赏的。那你们两个人的人生的经验还能够互相分享，而且有点羡慕他所经历的，你所经历的完全不同，所以你们未来会带领彼此一起前往那一个新的世界，而且创造第三个世界，你的世界、他的世界，两个世界再创造第三个你们所属的更有趣的新的世界，再做一个分享。所以在这一个位置，整个同步率相同点、相异点的结合，你们只要遇到生活上、感情上、对话上、心灵的交流上都非常契合，而且都是一个快速的想要往未来去开发的两个灵魂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积极的两个灵魂状态等到两个相遇的时候，正能量就开始爆发，好的位置、好的领域就帮你们照亮了。在你们相遇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一道门之前，在这一道门之前，可能你们还是茫然的，个人独自行走时还是茫然的。可是经过这道门之后，开了钥匙之后，你们就进入一个阳光普照的大地，可能有更多的森林，更多的灵魂会给你们更多的启发。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人生应该会迈向一个更加分、更高阶的位置所以必须要耐心的期待这阵风结束因为他可能能量上希望你们在更对的时间点遇见。好，那这里少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少了去翻开，你们大概会在什么样子的关系里面遇见，这个都没有说前面只有说被阻碍了这个我特别帮你们翻一下，我用3张牌来佐证一下，大概是这样子，什么样子的领域跟什么样子的关系因为前面因为太多抽象的能量堵住了。好，朋友的聚会一些反正朋友的聚会，一些活动，尽量去跟朋友一些相聚，而且都是参加活动，人很多，很多杂念不一定需要认识人，可是去的场合人都还蛮多的去一些你没去过的，比如说你没有去过听歌剧，去比如说有一些电影本身你没有兴趣的朋友说邀约去譬如说去一些参会聚会然后可能有5、6个人，然后你只认识邀请你的那个人就去，先不要先入为主的觉得会有谁去你才要去，不要那个人约你就去当做认识朋友就去那从这边没有看到工作任何关系，就是私人的朋友聚会里面会在那个时候会遇到所以你现在开始就可以去，无关这个狂风跟阻碍，反正你们也不会遇到，没关系。可是你要开拓这一条线，那等到这一阵风散了后，或者说消落的时候，你们中间的连接的网路就会很绵密，连接到的速度就很快。那一个会联想到你们的那一个人，他可能会同时想到你们的几率就会偏高，所以你们的后面的加速见面速度就会变快。那这边会这样讲，就表示说，如果你现在都没有出去的话，我非常常讲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有这件事情，而是这件事情至关重要。你一直待在家里，不去接触你原本的朋友，不去创造、去认识新的朋友的话，即便这一个要遇到的人，他就住在你家隔壁，或是在你家门口，无法遇到，或是在楼上楼下无法遇到，知道吗？因为这个连接没有出现，你无法意识到它就在那里。好，来，那我们现在来帮你看一下时间点。以这个相遇的时间点来说，既然这样子比较抽象，我给你3个比较好的时间点，让你参考，但不要依赖。再次提醒，参考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在那一个时间点特别去找，不需要，差不多到的时候，你大概知道说应该差不多要出现了，把那个乐观的正能量散发出去就好了来，那几啊，差点看错。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落在3月初。你自己去对照现在看牌的时间来，第2个时间点是落在3月底。好坏我就不评价了，你自己感受一下再来这一个时间点就落到了12月中，跳得有点远好，我觉得这中间应该还有一个时间点，可是能量应该会比较弱，可能只有5%到15%中间。我再翻一次，看它落在中间哪个时间点这里说的是过去了1月中，好吧，就这样。
时间点的能量你自己去感受哈，记得不要依赖哈。如果有一些很重复接近的时间点，那就表示可能真的很靠近了哈，尽量出去，尽量跟朋友出去。好，来，再来3张动物灵卡，给你一些现在生活的一些提示跟提醒哈。3张动物灵卡哈。好，来第一张。第一章在说，最近可能有一些生活上的挑战，工作上的挑战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有点水逆的感觉、阻碍的感觉，别害怕哈，那是正负能量的交换，把它撑过，后面就会好东西会来了哈。我时常这样说，所以不要太过气馁啊。它正负能量的交换会非常明显哦，你只要撑过去就可以了。来，再来，好，你看吧，这张牌它背后连接的战车牌，意思是什么？那些受伤，那些现在你在承受的东西，会成为你未来去面对新的社会、新的挑战的一个新的盔甲。那它的能量，也就是说，接下来你就会到达你想要的那个目标，你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也跟这个一样，这负能量交换，等一下就有好的东西会到达了。只是你需要有一个耐心因为它都已经有那一个能量，你需要一个耐心。武装自己没关系，但不要攻击，武装自己，保护自己，先保护自己，忍耐下来就可以了。好，再来。这里说，这个时间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反省时间。为何你会遇到这个状况？为何你会遇到这个水逆的感觉？为何你会遇到这个阻扰？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反省状态，因为这个时候是很好的去凸显这个问题的所在，也有可能包括你，而不只是他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反省的点，而且这一次你的反省更能够聆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契机点哈。好，那这3张牌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在暗示你的东西。好，那这就是第1、2号牌哈，记得哈，所以这张牌有点看不清楚哈，它没有对焦哦。可是我接下来的牌，我会尽可能的让你们看到这个通往那一个关键点的门长什么样子哈，然后你们就尽量把你们想要的意念往这里投射进去哈，那它就会进入到新的阶段。尤其像这一组哈，你们的界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世界的转换。所以尽量把你的意念跟渴望投入到这个画面里。来，那就这样那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来，那我们一样先从整个大趋势的能量来看一下你们2个的能量了就是你们相遇的前面，然后相处的状况，还有未来的一个状况我们来把这这个大的区段的能量先翻出来。我们先从金星能量先看来，好，等我一下，金星能量，今天的题目是差点忘记今天的题目是你的灵魂伴侣来了灵魂伴侣来了。我觉得你们的初期会是蛮好的朋友就认识它不是一个一触即发或是一见面就会进入非常好的感情的。你们的感情是慢慢的相处之后，才发现彼此的认同度、交集点各方面都越来越多，然后可能会经过一些事情，还要经过好几年然后慢慢的发现你们彼此是很重要的人。而且很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排斥感，没有那么要好可是一直有一些持续不断的对话是不停歇的。你们的感情关系重要性都是在后面才会慢慢延伸出来的。那还不错，而且会在中间蛮多低谷需要被支援的时候，都会立即的出现，都会成为很重要的角色，是目前来说人生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啦。那其实，在还没有被点醒，或是被使用到说你们是灵魂伴侣的这个词在你们的关系里的时候，你们其实还不太惊觉到说，其实你们是这样子的组合。你们可能会认为你们只是有话不谈的好朋友无所不谈的好朋友，什么都可以聊，也不用太注重彼此的面子，或什么都可以聊一些很真实的话然后也有可能你们不常见面，但是在网络上常常交换很多的想法、生活的想法，点点滴滴的这样，其实
个性上面你们早就已经很合适了哈。那他可能会在某一个关键点和你们两个比较靠近的时候，一起出去或什么长时间，真正的相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才发现说彼此是灵魂伴侣，然后也是可以在一起的。你可以说这个可能是日久生情，但我会说它是一个突然那一瞬间的情感爆发的那一刻才做转变的啦。因为我觉得皇后牌给的是一种丰收的感觉，它是有一个时令时节的关键点的，它不是慢慢的就出来啊，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限制的哈，它不是审判牌的扬升慢慢的爬到那个位置哈，然后到底要多远什么没有，它这边是有一个规则的哈，所以我觉得等到了。等到了那一个事件，那个关键分界点出现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个关卡或一个很重要的分界，你们会突然就惊觉到说彼此的重要性，而且还真就惊觉到说，其实你们两个在一起，或者两个人单身久了，不如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也很合适，然后会有一种迟来的幸福的感觉啦哈。但是这个就是你们的关系，它本来就要有这种扎实的稳定的基础，才让你们在走到这一步的，然后。金星在这个位置的话，能走到的取向大概是这个位置。来，再来，水星能量出现了这一组哈，那就表示说你们前面真的是需要蛮长时间的一个审核跟判断才会走到这里的，它真的不是一触可及的。然后不过很特别的啦哈，虽然说它不是一触可及的什么，可是那一个当你们发现感情可以。关系可以进到感情的时候，那一个转折点哈，那一个突然的觉醒，还是会让你们觉得怎么突然间就发生了哦。可是，在你们的回顾、你们的相处当中，又觉得说很合理、自然而然的就该走到这一个位置了哦。所以这组我觉得，当你们进入爱情的时候，一切都会直接进入非常稳定的一种思考跟态度里面了哦，不太。没有什么害怕，而且很多的东西都非常契合，连生活上啊彼此状况，那可能有一些缺陷，我来翻看看哈。果然还是延伸的比较慢哈。好，好，你们的合适程度各方面都是非常搭配的非常合适，而且你们还完全能够创造出你们想要的生活这一组哈。各方面你们有差不多的品味，差不多的目标，差不多未来的展望哈，而且你们已经相处很长一段时间，你们更能够相信说你们能够再走得更远，比你们以为的再更长远，都完全没有问题哈。然后你们的核心价值还受到了节制牌的一些影响哈，做催化指引，所以你们本来相遇的路径上面，从一开始就是一直从一种完美的搭配的一种结构里面，慢慢的培养感情、培养关系哈，培养两个灵魂的共同记忆哈。这里都算不错，而且从理智面来说，如果要去反抗这一段关系，不想要让他从朋友关系进入爱情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们两个会慢慢诱发出彼此的很深刻的吸引力哈。原本你们能作为朋友，就是因为在某方面来说是很欣赏彼此、喜欢对方的，喜欢这个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存在的，所以他这个延续下来，只是现在到了一个更高阶的位置哈。两个相处久了之后，两个人内心的灵魂跟智慧的价值会随着年龄跟时间慢慢的提升之后，你们所面对的未来的人生跟想要谈论的言语啊，各方面也会逐步的提升。他也许就是到了那个提升的阶段的时候，才能够看穿人生，看到人生的一个分歧点，发现说其实真正适合在一起是你们两个。其实很多电影都是这样演，发现最重要的人、最适合的人就在身边，可是永远都没有察觉到。但还好这一组会察觉到的。你们，我一直觉得这一组看起来像是慢慢的爬，可是它就是有一个很特别、很浪漫的事件点，让你们突然发现说我们要在一起。而且你们的到后来，慢慢的见面的次数也慢慢的变多哦。很多事情都会想要一起做，可是一直在定义在是一个好朋友聊天。可是我跟你说，它确实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件正在潜伏中。它潜伏到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它就要出现。那这边这张牌其实讲出了一个答案哈，你们爱情一直没有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一个未知的事件点一直都还没有到达那个时间点，它没有办法发生。可是从一种非常理智的判断、非常强烈的判断，从土星的能量这种最稳定的判断里面来说，其实接下来会有一扇门把你们打开到进入那个阶段。所以这些东西从这里我都看到有一个很奇妙的爆发点，它会在某一个难以预测的时间点，让两个非常接近，然后对彼此的感觉、想法都完全不同，非常浪漫。
然后彼此的灵魂的交流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也许其实你们还没有把所有的话都告诉对方，其实你们还没有对谈到非常核心的东西。你们如果要真正进入到soul mate的关系的话，其实还有一小段路，但是也一直在往那边逐步前进。所以他这边有一点点在说，爱成为恋人跟成为soul mate，可能是他们是同时的时间会跑出来哦。那我这边没有看到你们会分离比较远一段时间再回来，没有，你们都是一直并行，都在附近的哦。只是爬升的比较慢就对了，而且有一个很核心的状况是，你们会在不断的自我提升、自我的智慧的开窍、生活的智慧的开窍之后，慢慢的察觉到彼此的重要性，慢慢的更看得懂彼此，慢慢的更看得到彼此，主要是看得到彼此哦。你们也经历过一些陪伴之后，才察觉真正陪伴你的是谁，抛下你们的是谁哦。好。再来，你们两个越来越靠近之后，你们对世界的爱也会越来越增加哈。然后可能是外来的爱，对世界的爱，对其他人的爱，对其他人的故事的爱，来察觉到你们。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契机点是，才让你们察觉到你们彼此之间也有一种特殊的爱。哦，那他可能初期会被定义在是 soul mate，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有可能先从这里开始，但是其实慢慢的就要过去了，到新的位置。好，我觉得这组差不多是这样哈，还蛮顺的一组，只是发展跟觉醒的节奏比较慢一点，但是终究要发现了哈，因为恶魔牌已经出现在火星的位置，它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能量哈。当某些时刻火星的爆发，火星的能量开始散发的时候，你们对彼此的感觉跟感官是完全不一样，想法是不一样的哦。你们也基于自己的成长跟你们自己的蜕变跟改变，其实你们对彼此看彼此的眼神，其实也开始慢慢的变了，只是还是需要那一个事件当一个点燃的媒介哈。好，来，差不多这里是这样哈。来，我们来看一些比较细节的。好，来，那我们还是一样哈。基本上这组是已经见面的了，所以就不用翻说你们的现在的状况哈。那我现在来翻的第一张是，当你们第一次感受到彼此有爱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况如何哈？然后我等一下再来翻一下你们两个的灵魂的距离，来探测一下比较遥远的东西。来，第一张，你们两个第一次感觉到有情感的时候的那个状况。哦，的确哈。来，整个现在的回避或者附近哈，啊，它需要依赖一个连续角哦。完全走向那个方向哈，等下再来一个一个解释。哇，牌面都非常好诶，完蛋了，完蛋了，就是说好到不行，感觉就要即将就要发生了哈。好。你们感情出发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个事件点会发生哦，而且那一个瞬间你们心里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活力，直到眼前这个人，你看他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对彼此的喜欢会更上一阶。原本你没有那么喜欢他的外表，是没有感觉，或是没有察觉到，那一刻就会非常有感觉，眼神的交流就会反正都出来那一种两个人相依偎能够生活在一起的讯息，也都在那个时候就全部都跑出来了本来就有，只是被否认或是不被认同到。那这边有说，其实你们两个的人生的相处的一个指引性非常明确的一直指着你们两个要往同一个方向走，然后真正的通往那一个路径，他说确实是有一个很强的事件需要作为一个转折点来做发生。那快到了吗？快到了。当你们两个感情越来越好的时候，还有两个人的生活的成就啊，现在所做的事情都越做越好的时候，就差不多快到那个转折点了。因为你们两个现在所散发的魅力还有你们现在所对其他人眼中看到的这个故事线，你们是什么样的，发生什么事，你们做了多好的事情，对其他旁边的人都有所影响。然后基于你们可能还蛮常聊天的，对于彼此的成长也非常明白那一个事件点，我目前没有看到什么事件，但是我还是看得到那个事件点的边缘，它就是有那一个事件点要发生。那我看一下，其他牌都很顺，没有任何阻拦的牌耶。你仔细看，这里少了什么？没有风能量。
表示是在一个空气清晰、非常完好的位置，而且不需要理智的判断跟深入的判断，你们的直觉跟这个感受上相处起来就为伍了，就两个都在一起了，分不开。然后水能量又跟土能量搭成一个基底哈，然后火能量又成为一种很固定的泉源哈，水火能量都很丰沛，再加上你们的相处里面有很多的互相喜欢的讯息，有慢慢的跑出来，只是都没有接住或是无法接住这样。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外力啦，有人看出来了你们的适合性哈，但是可能只是用一种蜻蜓点水或是开玩笑的方式把你们两个点醒了，然后你们才开始慢慢对彼此心里有一些不同的感觉。但是在初期，我觉得他没有要说出来，那个不同的感觉并没有要说出来，因为都处在一种很低的燃点哈，没有很强。主要我们要在意的是这一点哈。它是否有什么东西即将要降临在你们之间？那就是那一个事件点，就是这一个事件它就要降临，只是速度很快。它这边的节奏感来说，其实应该已经要出现了。我觉得在这里的节奏来说，火能量如果再强一点，就是已经出现，但是现在就是还没有出现。还有我们要注意这里哦。这个圣杯骑士是逆向的，所以你们初期的时候还是有非常多的羞涩啦，就是开始感觉到彼此的喜欢，然后不会立刻开诚布公的就讲出来说，其实我喜欢你，不会到这个程度，而是开始有一些感觉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先收起来，在心里默默的想，默默的去感觉跟消化那个情愫已经不同了。但是这里并不会把你们拉扯到比较远的位置哈，反而你们两个会有越来越近，而且这边还暗示了一件事情是，你们也许工作上面是很接近的，这边有偷偷在讲哦。会不会是同事？然后同事的这一个角色反而让你们无法公开恋情，所以你们反射性的就知道说，其实喜欢也不能说出来。这边有说有可能有这一件事情哦。哦，好，这个牌面上都不错。还有加上这一张逆位的话，表示说，其实你们对彼此的某一种外在的喜欢或做的很多喜欢的事情，其实你们有点害羞的去称赞对方。感觉距离有点拉得太近了，可是等到情愫都越来越出现的时候，你们已经很难顾及感觉跟感情有那么相近的。其实你们两个都很想靠近啊，可是因为整个适应要从朋友变成恋人，感觉很奇妙。你们最后一定是会成为那一种，你会跟别人说，其实我是跟我的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你们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这里太明显，整个都很清晰，完全没有阻碍的牌哎。哦，二号牌的朋友来，哎，难得出现一个风能量，可是却只是在告诉你说，你们两个确定关系的时间正在寻找中，就这样而已，没有任何打扰的讯息，反而又开始翻出更好的风能量哈。这边说事情那一件让你们直接转换成爱情的那件事情是澎湃的，是澎湃的，在心里会激起一个全新的火焰，全新的认知，是很强烈的那一件事情是强烈的哦，所以要期待哈。好，来，我再看一些比较核心的哦。这一组讯息太清晰，所以很少很快就要讲完了哈。来定，让我定一下这一个哈。哦，好，先讲这个哈。这个说，其实你们成为朋友，只是朋友这个关系的周期差不多快结束了，快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哈。所以没错，那个周期快结束了，只是前置的周期快结束了。那这里说，其实，在你们的心里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天使坠落成恶魔的感觉，因为你们两个感觉太靠近了。原本做朋友的这感觉比较清晰、比较 pure， 可是这一次要再进入在更深层的时候，其实心理上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他这里的担忧却给你一个建议是说，不要害怕。这是一种全新的升华跟一个脱胎换骨啦，哦，这个关系上是这样子哈，因为有死神牌的资源，有一些很好的火能量资源，不要害怕做出改变，你会得到蛮不错的意外惊喜的。好，那从水能量这边来说的话，得到的是说这一次的改变之后会得到一个全新的智慧哦，有一个全新的智慧在等待你们。其实你们也被一个全新的智慧跟你们智慧的一个生长到某一个程度之后拉扯，才会有一种互相心动的感觉，才会重新出来，有别于之前啦。我甚至不觉得一定要什么特别的事件，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事件会让你们两个同时让彼此的智慧升级到差不多的位置，然后看彼此已经是完全截然不同了。其实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心灵上的一种全新的升华上的接触，然后产生的一种关系上的改变。
不过我一直看到一件事情，你们好像不常出去，但是你们的对话很多，在网络上的对话蛮多的。哦，因为我看到的你们两个人常常一起出去见面，花在黏在一起的时间的这个以朋友的关系的时间没有很多但是我看到很多频率的互动，所以才会这边恶魔牌才会在后面出现。你们突然看彼此不同，我觉得你们平常见面真的很少，可是互动很多，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看着彼此这么久。不是说没有，只是没有那么久。那一个事件发出来，那个事件可能的确让你们两个拉扯在某一个时间点，时间比较久，才感觉到很多完全的不同好，目前全部看起来，如果你要硬要我吹毛求疵，我只觉得时间没有定。时间线、时间序还是混乱的，它只有一个先后顺序，但是时间还是混乱的。也就是说，你们随时都能够有爱情的情愫出来没有特别觉得是在哪个点好，我觉得发展到那里是势在必行的，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活水能量都太饱满了。它如果没有下一个阶段的转换的话，太压抑了，太压抑了。好，来。那我们来翻一下灵魂的位置哇，这么平静啊！难怪你们可以做知心好友或是收妹那么久。你们两个灵魂当遇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绝对的安静、绝对的寂静。所以当你们两个成为好朋友的时候，心里的那个爱情的波动就没有出来。可其实实际上你们是非常适合在一起的。原来是灵魂的问题。你们应该是在不同的象限区域的两个属于极为没有任何震动的两个灵魂，就是说跟外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两个灵魂，也许也算是一个比较容易被遗忘，可是存在感也还不错啦。就是容易记得，但是它不是用来散发存在感的一个灵魂，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灵魂，但是很安静。你们两个都是这样。那这一次的相遇，如果以这个距离，我觉得它是有任务型的。我看回到这里来说，这边说这一次的相遇应该是有一种洗车作用，就净化。你们两个可能在宇宙的空间漂移太久了，这一次的遇到是一种净化作用，两个人互相能够支援对方。我刚一直在强调，你们两个遇到说智慧的形态会更高，然后会进入下一阶嘛。那这一个过关这一阶转换，就会有一种全新的进化，然后进化到一个更高阶的智慧。所以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这个遇见蛮像是需要遇见也许不是预定好的遇见，但是是需要的遇见那你们从彼此离自己很远的位置来的你们离自己还蛮远的。来，我再把一些东西翻出来。的确是从朋友开始做起然后两个相遇之后，其实这边说两个人一相遇之后就一直是往爱情的路径上走了，只是中间发生了很多对彼此的很多的不了解。其实你们两个对彼此真正内心的东西不够了解，可是开始在谈真正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尤其是感情的悲伤的东西，我觉得你们在最深层的东西还没有聊到，但是已经非常好了。已经内在已经沟通的非常好，非常有默契，但是真正最里面的东西还没聊到。这边说还有一段路才要走到然后真正的契合度、真正的相同跟相应，其实还没有完全被挖掘，所以它还有一个可能性。所以它应该是在进一步往更深的地方挖掘之后，你们两个的联动心理的依赖各方面才会真的进入到新的那一节。那我这里确实是有看到一个随时能够进到恋情啦，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的适应的也很快，只是现在有没有一个觉醒、惊觉到说，其实你们有这个可能性好，没关系。来，对这件事往未来的向往的话，我觉得从这一个部分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路径已经打开了它也可以当做是一个门的路径要打开，就是那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两个关系就会变，说那一个可能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一道门啦那我最近发现，我们可以把那一道门的形象翻出来给你们看让你去想象一下，你接下来整个你们两个的关系的转变的时候，会经历一道门，让你对整个未来的发展有一些比较好的意念的投射跟念想来，我来帮你翻那一道门的形象来，那是这张。好，这是你们两个进入前往下一道门的一个形象它的路径在下面，它路径在下面飘然后这个金龟子台打开瓢虫金龟子算吧
就这昆虫哈，你先去思考一下，在你的想象，你不要被我的语言定义哈，你要自己去感受一下这张图的画面给你什么，给你什么向往哦。那路径在下面，然后走到了一个远方的一个尽头。那它是炙热的，还是温暖的，还是寒冷的？只是光芒的，那也是从你的感受开始哈。那你要记得，把你一些对外的想象哈、念想，想要具体呈现的，跟宇宙下订单显化的一个恋人的状况的路径，用这个来投注你的想念啊，跟你的意念，把它投入进去，让它指引你往跟它对齐的能量的方向去哈。好，来，那这里已经差不多了哈。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的问题哈。你们两个能量最靠近的时间点，那也是有可能会有发生那一个两个人关系情感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的时间点，大概是在哪个时间点哈？哪两个？我翻两个就好了。好。好，先这张。哦，这张的时间点，我想一下哦，大概到第三周，十月第三周开始，哦。那第二个时间点，好，哦，这个就12月底，它有点跨，这个时间点比较像跨年的时间。好，大概就这两个时间，你再期待一下。那你们的关系之前面其实已经有慢慢的累积变更好了，只是这个时间点的爆发会比较强一点。记得哈，参考就好，不要太依赖哈，乐观的期待就好了。好，来，那再来3张动物灵卡哈，给你一下你现在最近生活里的一些建议。好，来第一张，看一下哈，这张应该是说，最近你的朋友有些人可能会有点越界啊，哈，记得要守护一下你的个人的原则的界限，和不要让别人踩过头了哈。别人可能会有点得寸进尺，这个要做小提醒了哈。那在工作上也算了哈，工作上也算要维持一下自己的原则哈。这里说最近你的内在的灵感跟直觉还蛮强的哈，所以如果你做一些决定选择的话，找不到方法，记得倾听一下你的直觉，直觉现在的穿透力比较强啊。但是主要是你要先听到，你要先知道那是直觉，而不是胡思乱想的。你要练习哈，分辨一下直觉的声音有内在的声音、心底的声音有大小声，还有先后顺序，越早出现越大声的就是哈。来。再来这一章说的是说，最近你可能有一些信心不够的问题，记得要把它拿回来，因为最近有一些魔术师的能量、释放的能量都在你附近环绕哈，记得好好利用哈，不要觉得气馁或觉得自卑哦。最近你应该自信心要再更强一点哦。这里说的，因为其实为什么大家提醒你说自信心要再更强？因为表示你附近有一些好运已经在形成了。如果你的自信心跟你的自卑感都跑出来的时候，自信心弱、自卑感变弱的时候，你可能会接受不到那个好讯息对你的一个资源哈，所以最近要把自己的自信心再提升回来哈，要多相信自己哈，要多相信自己的独特性，跟相信你自己能做出独特的事情哈，不要被情了，不要被整个主流的想法改变，记得倾听自己内在直觉的声音哦，保持一下你内心的独特的想法，好，这是现在这些。好，那我想2号牌差不多就这些了哈，然后我再把牌阵改一下他的牌阵意，我来看一下他的个性哈，因为我突然觉得好像这一题可以看一下，他有些什么遗漏的个性，让你去察觉一下哈，更深的，有一个特色，你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整个精神力、活力都澎湃起来，而且非常放松。然后你跟他约的时候去哪里的时候，他都会一口就答应了。什么都好，就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一种像孩子一样的玩乐的感觉，非常轻松自在。记得哈，跟他相处是这样，给你一个提示哈。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记得这一道门哈，记得想象在这一道门，多往这一道门里面去，把你的一些对于爱情的期待跟心愿往里面投注，好，把它当成是你通往一个要去跟宇宙下订单的一个路径。好，记得这是一道门哈，感受它一下。那就这样哈，2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的朋友，来，今天的题目是你的灵魂伴侣来了哈。那灵魂伴侣有的时候都非常
结合了爱人啦，哈，所以我们来一次看一下现在的第一个阶段的能量的布局，哈，看一下你们相遇前后跟相处，还有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哈，看一下核心的讯息是走到哪里。我们先从金星的能量来开始看，哈，来，然后说灵魂伴侣，你们就真的是灵魂伴侣，哈，灵魂的启发，你们还是彼此的智慧的启发者，哈。你们会有很多深度的讨论，你们很喜欢很多深度的讨论，你们也应该也互相蛮喜欢身心灵的部分，因为你们喜欢神秘学、宗教的那种讨论，很深沉的哦。你们会从这里得到很多的启发，让你们的生活更好。而且你们喜欢寻找那一种神秘力量的方向感，你们喜欢被指引方向感，而且要确定那个指引对你们有效，然后你们在生活上面也会有去实践这个指引来去确定，原来我相信的位置跟我所感受到的位置其实是同步的哈。你们两个会成为彼此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个伙伴啦。所以我觉得你们内在的开发会更多啊，彼此的对谈或是一起去上课，对于宗教的身心灵的这些知识会更有兴趣，成为你们两个讨论的主要的话题。你们可以无话不谈，光这个方面哈就很多。那你们的节奏感各个方面都很近，灵魂我觉得也很相当哈。从这个方向我看一下这样，我觉得灵魂的角度应该也很相。等一下我们再从灵魂的角度来看，应该差不多。除了是类似的灵魂之外，也可能是在附近的灵魂啦。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牌很好哈，虽然它不是一个极致的浪漫牌，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直觉的牌，可是它确定了你们两个的灵魂是适合往爱情的方向走的，能够显化金星能量，可以带给你们两个人相处跟爱情的价值观，这个方向都是对的哈。来，我们再往下看。情绪上，以现在流行的话说，你们两个是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给彼此的。知道彼此需要什么，能倾听彼此需要什么，两个人用的语言模组也很雷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太明白彼此知道什么了，可能那个激情跟那个变化，出人意表，意外惊喜可能就少一点。这里看出来是这样，但等一下下一组盘看有没有了，我再帮你们找哈。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对于未来该得到什么、想得到什么，都变得非常确定。然后好像现在这一个遇到，只是找到了，是完全找到了一个能够跟你们一起往未来走的那一个伴，找得很明确，找得很清楚。这组是这样哦，而且连生活跟内在都找得很明确哦，生活、内在，灵魂，然后生存，整个感觉都很搭配，就搭在一起了哦。从初期的结合上来说，前半部前一段都是还蛮合适的哈。从这里看得出来，连未来的展望想要去哪里，或是两个人对于自己的梦想的发展，还会有一种支持的效应哈。看谁支持谁，或是两个一起往前走，正能量都还不错哈，都是存在一个比较顺的方向里。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两个对于智慧的要求跟智慧的守护，还有一些世界上的历史啊、知识的一些真理的追寻哈，都还蛮沉迷的。这成为你们两个彼此对谈里面更核心的东西哈。来，我们再往下看。然后你们的外在哈，讲一个很肤浅的外在的部分的时候，经过严格审视之后，确定这个是我喜欢的人。其实那个可能就第一时间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你们内在有非常明确知道自己想要喜欢什么样形象的人哦，什么样形象的人。来，等一下哈，有些牌混了哈。好，没事哈，来，然后看一下，果然是非常平静的。我刚刚才说你们两个人都可能都还没有翻，我就已经说你们会有种比较没什么意外惊喜，会比较平静，比较确实，这个是你们两个走的那个方向哈。没关系，我把它翻完一次，把它看完哈。你们的特色就是两个看起来很冷静的人，内心很澎湃的人，或是对我觉得你们的一种稳定感，是你们两个相处的一个很强烈的核心哈。来，我要讲一些小缺点哈。缺点是你们两个的能量融合的不够好，所以会经过非常多的讨论。刚前面已经说了，你们非常爱讨论很多事情，非常重要，很喜欢聊天哈。那你们聊天的时候非常轻松自在，你们以为是在闲聊，其实是在练习，是在努力让你们两个的能量融合。初期的时候，你们常常会有一种
小辩论，会有题目不同，可是很容易就找到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答案，然后会让你们两个以为你们其实，在同一个世界里面辩论，其实你们两个是能量上融合的不好，但是你们两个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喜欢对方，外在各方面都很融洽，而且经过我刚刚讲的一种很理性的审视，才发现确定自己很喜欢这个人。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出现其实还蛮符合你喜欢的类型啦，一开始就有哦。然后火星能量是来到了比较有幸运的地方，所以你们两个在人生上面去努力，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而且第一个结果、中间的结果、后面的结果都在你们的预测里面能够拿到，所以你们对自己的彼此的信心度很高，所以在平时讨论事情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想法跟意见，都会觉得说自己是经过了各种的研究、努力、经验所得来的一个很精准的答案。可是当你们两个对话说，当答案跟方向不太一样，所以两个就经过一个辩论或者一个沟通，然后都会沟通的蛮好的，最后都会直接进入到高级平静的状态，成为两个人非常协力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们两个相处起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哈。而且底下还有一个，应该说你们探究很多事情的道理跟真相的时候，这是你们两个分享爱跟散发出爱的魅力的一种状态啦。然后两个人都吃得了这一招哈，所以两个人其实一直处在一种其实还蛮喜欢对方的，可是相处起来好像常常都在聊天，好像朋友一样的聊天这样哈。不时还会有一些小争吵，但是那争吵完全只是斗嘴而已。我在看，没有什么大问题啦，倒是两个人后来对于智慧的类型会有所不同。智慧感觉上好像同一种类型，没有智慧有非常多种类型。神秘学是一种，宗教学是一种，然后 street smart 就生活的智慧呢也是一种，那完全不同。你们两个会处在两种不同的做人处事也是一种，会完全不同智慧的类型的专长，所以你们两个会有很多的讨论，然后很多的意见不同，但是感觉上等级上都差不多，所以才会有一种意见不合的感觉。可是其实都只是一种分享跟交换而已。好，我觉得这组没什么问题，就外表看起来很冷静，内心看起来很澎湃。好，有一种底下的激动，这是你们两个才有的。可是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互相吸引的致命吸引力的点啦。它不是只是感官的，长得很好看啊，或者什么的品味好，没有，你们更深层的是一种脑内的东西跟灵魂的交流。好，来回到比较现实面的讯息来翻了哈。来，这一组可以看见面了没哈？那我觉得灵魂还蛮近，那我们还是好奇一下整个现在的状况如何哈？来，这张出现了，相遇了吗？哦，整个夫妻盘旋的状况哦，连续桥的哦，3张就已经蛮好。我先讲，还没见到。但是快了，而且有可能是工作上面，然后一见面的时候就有爱情的情愫会出来，所以你们两个不会错过彼此。你们一见到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觉，你们基本上那份喜欢，就像我刚刚讲的，前面说，其实你们两个是彼此的类型、彼此的菜哈，所以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其实就有很明确的感觉。会错过吗？我觉得不会错过。会表达吗？我觉得会表达，会表达。好，再仔细看哦，会表达。这组会表达是因为怕跑掉，所以会表达，会立刻就抓牢，会立刻就表达很清楚，对彼此的在意跟喜欢或者称赞的语言，很快就会跑出来，都有哦。那你们之间的火能量有点太强，火风能量都吹起来，有点太强哈，有可能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就开始去确定之后的约会或是整个联络方式哈。然后并没有任何冒犯的感觉，很快就达到某一种契合度。这边有心灵上、感受上、风能量都有，火能量都有。那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基本上你们连星座可能都有点搭，然后都搭的还不错，但是还是处在一种表面上会保持冷静，可是内在其实很澎湃的，因为这边风吹在外在，内心燃烧哈。又来了，的确是这里哈。你们遇到的时候，两个人都还是非常在乎里面的内在的心理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会有一点故意排斥喜欢或不喜欢这一件事情绪的。你们真正的喜欢是可能会在第一次的对话里面就发现，这个人讲话是我喜欢听的，他讲的话题是我喜欢的，这样的类型是我喜欢的，讨论的题目、探讨的，他讲的内在的丰富度是我喜欢的。真正的喜欢是从这里，所以你们真正对彼此表达彼此的喜欢是，我喜欢你这样讲，那接下来什么会从一种对谈里面的一种舒适感跟快乐感来去表达，其实我很喜欢跟你对话，其实这就是一种告白的表达，就是你们初次见面对于彼此喜欢的一个表达，已经不只是友情了，或者只是第一次见面，而是一种真正的喜欢的表达，彼此会收到啊，彼此会收到，这里说彼此会收到。
而且会在你们对谈里面会有非常多的碰撞，而且是合适的，然后会彼此会受到彼此的喜欢。但是会有一种立刻就确定爱情吗？不会，奇妙吧？这里说不会，不会立刻确定爱情，可是会立刻表达出喜欢，奇妙吧？哦，他没有那么快确定爱情，这个我等一下再翻来。不会，你看不会，两个都不会，还在路径上，还会有一种有点欲擒故纵，或是有一种暧昧的约会相处之后，才有可能会确定爱情，没有这么快。你们真正的想要成为爱情的那个能量被压抑在比较底下的地方，然后对于彼此的喜欢会有一种故意视而不见的感觉，可是其实有出来的很明确哦，都都不在附近，所以没有表达不快，真的表达不快，快的地方慢了哈，然后慢的地方有路径，但是也不快，因为东张西望没有那么快。再加上最核心的方式是隐士，隐士牌就是慢慢的挖，他们也要立刻表达。那有一个直通的捷径来说的话，其实出现了圣杯四哈，他也是说没有，当做没有这个捷径。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发展很快，可是两个人都选择等一下，不要那么快。所以你们其实我刚刚说你们表面上是冷静的，可心里是悸动的。这边也就再重新显示一次哈。这组续写很快，我觉得可能20分钟内就讲完了。好，来。定义一些比较核心的东西哈。好，整个核心的起点，我觉得整个起点来说的话，这边说哈，你们从一开始就是处在一个一体两面，好，就是说一个童话故事里面有善恶两面，你们就是处在这三个两面，有黑白两面就两面哈，有对比颜色就对比两面，你们一开始就处在两面，所以你们的结合跟遇见是一种需要的认识，也就是说我刚刚前面上一组就跟你们说，你们虽然都是很有智慧的人，追寻就是智慧的人，可是你们智慧的类型不同，所以这一次的相遇的时候是要互相学习、互相聆听的，其实有，所以为了互相聆听，所以你们才会很多小纷争，前面也都讲了哈，这个能量这边是顺下来的，所以这边有说，所以现在这张牌哈，核心在讲说灵魂的压抑是为了期待后面精神的完美结合。这张牌讲的是这个，所以我刚刚前面这里是不是说你们两个会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对彼此感情出发的时候会把它压下来，会想说慢一点，别表达的这么快。可是其实是明确的，外在表达是安静的，可是内在是澎湃的。我是不是这样说？这里又出现，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看，你们是一体两面，两个两面，这里图案是不是也是两面？两面性，这边是一个切痕，镜子两面，这里都有说了。哦，这里也是说了，所以他才会有一种全新的先压抑，然后最后再做一个全新的结合哈。来这里，这里有两个意思啦。这里有一个比较遥远的能量的连接啊，就神跟人的能量的连接，可是这却需要非常强大的意志的渴望才会连接。但是又回到比较浅的能量的讲的话，他会讲说，你们彼此的相处其实是在慢慢的内化彼此之间的生存之道啦，然后对世界的一种哲学的概念呐，还有很多一些内在的智慧。其实你们慢慢相处哈，其实是为了要去内化这个东西，然后让你们两个更亲近。那为何你们会慢慢的相处？这不是其他的量，而是你们内在直觉跟你们灵魂的角度发现要这样子。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探索为什么灵魂的角度会这样子，哦。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无意识的，是你们灵魂知道自己的作为，知道怎么往那里走，而不是你的选择哈。所以你们一开始的默契就是等一下慢一点，也许内在很澎湃，可是就是知道要慢一点，而且还两个人在一种无对话的方式里面达成这个默契哦。来，你们是同一个灵魂家族范围里的，而且是稳定的。所以你们有点像是兄弟姐妹要互相学习哈，可能你们的家族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学习的方向，可是你们两个都可能各有优缺点，可是所以这一次再回来再重新相处在一起，然后你们的本质上，可能你们的血统上、灵魂的整个构造上都是很相近的，可是彼此有缺陷，但是彼此却能够看清彼此，所以这次在相遇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只会让你们再重新看一下，好，那个最了解自己的人是否也能够帮我修正跟调整我心里最难以看到的有盲点的、有死角的那个缺陷，所以彼此这次相见确实是有任务的哈。来，你们的关系是一个幻觉，
你们的关系是一个幻觉，朋友的关系都是幻觉哈，也许连恋爱的关系也都可能是一个幻觉，可能核心的任务，挖掘彼此最内心的那个死角的不认知，才是这一次你们相遇的重点哈。所以才会从前面一直在说，一直在探索一些很深层的智慧的内在的东西，非常严肃哈。所以你看这里在讲的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状况，同步率如何？同步率不好，所以你们才会一开始有很多的辩论跟纷争，才会慢慢的达到一个共识。然后其实对彼此是互相喜欢的，互相崇拜的，会互相崇拜，会互相尊敬，就是表示自己身上是没有那个东西的，然后想要学习。可是你们两个都只能够检视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然后再去做别的学习。这一次只是一面镜子的遇见哈。那你们从整个路径上，其实你们都走在不同的路径上，然后这一次的相遇是难得的。其实你们没有在整个时间的长河是走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一次的遇见真的是非常，我觉得算随机，因为我没有看到路径。我没有看到路径，你们也没有选择那一个路径，因为比较远，没有被选择到。我觉得你们两个没有为了遇见的路径没有出现，然后在你们感情出现的时候，发现你们第一个时间的感觉是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而不是一个新的恋情。恋情的东西到很后面才慢慢的跑出来哈，所以你们的关系。确实会从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可是把它定义在是一个较劲的对手，会先设定成一个可以常对话的一个好朋友，无话不谈、常常对话的朋友，然后只是真的按耐不住，其实对彼此是喜欢的啦。那个最后还是会出来，是躲不住的哈。好，这组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翻一下。哦，这里说你们内在哈有一种类似神机的东西，哈，会慢慢的浮现出来。那这个神机要怎么慢慢浮现出来？比较多的是你们内在的信仰价值提升了，也就是智慧价值提升了。所以你们两个相处之后，内在的信仰跟智慧的质量跟讨论的等级层次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新的觉醒会发生。这里在讲一个新的觉醒，我在想这也比较像是你们两个这一次灵魂遇见的一个任务了哈。其实这一组啦，你们这一次的遇见哈，整个灵魂的各方面的结构，应该是为了要更高的提升才在一起的。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是会很相爱的，因为你们内在一直不断的在为彼此加分，哦，然后对话讨论都还蛮多，还蛮深的，也因此这样子，你们对彼此的喜欢才会那么深刻哦。这个你们的一种智慧的交换、讨论内在，才是你们致命吸引力。比如说身心灵三种都各有一种致命吸引力的话，你们就是所谓的灵的部分，非常有致命的心的部分哈，非常有致命的吸引力哈。那本身的灵魂已经熟悉度还蛮高的，所以其实要回头看，你们为什么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能够一直讨论，即便有吵架、纷争、辩论，但是因为你们彼此很熟悉对方的模式，并不是因为很硬碰硬，真的很硬碰硬，迟早很相撞，你们状况就散了。可是其实你们在内在各方面都是还蛮合适的，这边看得出来。好。很特别的一组啦，偏冷静，但是其中的热情还是存在的。来，那基于这点，我觉得你们其实，我觉得你们是从很远的地方相聚，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两个相聚的灵魂了哈，然后慢慢的会走到好朋友，然后进到爱情，节奏虽然会比较慢，但是还是有。我觉得最终因为灵魂跟内在的默契越来越浓厚之后，我觉得你们比较偏向于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哈，因为你们的黏腻度跟相处时间有越来越提高。来，那这一扇门走到爱情的这一扇门哈，我帮你抽一张，让你有个想象哈。那一扇门的方向是什么？哦，这是你们慢慢要走进去的那一扇门哈，走到那个爱情关系的门哈。来，这个是爱情的。想象哈，抽象抽出来的哈，你们会慢慢的往这样子的一个光明面的方向走哈，然后有水能量，热的水能量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不会一开始它比较像是你们的向往哈，所以你们有比较多的理智探讨、讨论、对话，比较多智慧都没关系，因为你们底下的水能量有时候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哈，在一路上我是有发现你们当水能量出现、情感能量出现的时候，你们会有点小小的回避哈，所以谈更深层一种情感黑暗面啊、伤心处的时候，你们会小小的回避，但是没关系，慢慢的得到认同感之后，你们就会得到。真正属于你们的水能量在这里这个位置的哈，水的情感的能量更深刻的，然后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就结合在一起，对彼此的感情的捆绑会更深厚啦，哦，连接会更深厚。那个时候，即便不是恋人，灵魂伴侣这个角色是永远不会变的哈。
来，那你们两个能量最接近的时间点。哦，这边有说，其实你们应该还没认识，但快认识了哈。我觉得也都很近了，你们的能量。来看一下你们两个能量最接近的时间点，可能会创造新的认识，或是认识之后会感情升温的两个时间点就好了。来，第一个时间点落在4月底。哦，好，再来这里。哦，这好远哦，这个3月中不远。既然这样，再给你一个，看有没有一个比较零星的时间，但是比较弱，大概就10%、15%的一个能量哈。哦，这里我想一下啊，在这里大概11月中之后开始，10月中之后哈。好，那这3个时间点哈，参考就好了哈，不要太依赖。那再来3张动物灵卡，给你现在的生活的现况一个小小的建议跟提醒哈。来，第一张。我想一下哈，这里说的是最近可能会有一些挑战会出现，但是你会适应的很好，因为节制牌的一些不错的火能量，这我说能量在附近哈，所以你会适应的很好，不要害怕哈，有一些新的挑战就去接受哦，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好，再来这里是这里在讲某种好奇心跟新兴的能量出现，所以最近想要去一些新的地方旅行，或是做一些新的挑战，一样挑战哈，就去，不要害怕，好的能量都有在跟着你哈，保持着好奇心去，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挑战就可以了。好，这里说的是你最近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小小的恋情会出现哦，可能会有新的粉丝或一些新的桃花会出现哦，可以好好的短暂的享受一下别人的喜欢，也是不错的哈。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这一组牌哈，你们要相遇，我觉得没有很难，我觉得很近。然后可是你们一开始会把对彼此的很强烈的喜欢先收起来，因为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交换灵魂，交换内在的思维。你们会把它摆在更前面，把它摆在确定爱情前面。好，你慢慢的感觉，你就会知道了。好，那就这样哈，记得往那个爱情方向的门哈，把一些意念投入进去。好，那就这样哈，那祝福你们哦，谢谢你们来听。